我现在在福建的晋江市。那来到晋江寻找美食呢，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，就是安海小镇。这个安海小镇啊，可以品尝到很多闽南地区的古早味美食。为啥呢？你看这个古街，古色古香的，很有历史。在这古街里头转一转啊，然后再尝一尝美食，绝对是一趟惬意的旅行。来，要说到安海最有名的一个小吃是啥呢？就是菜馆。这家店还张耀博菜馆，别小看就这么一个店啊，上百年历史。你们有上百年历史？差不多上百年。我爷爷到现在。哦，几代人了？3代。哦，3代人。对。然后我爷爷是因为他从小10几岁就没父亲了，然后10几岁就出来做生意。哦，10来岁就卖这个东西。你们家是只卖这个，专卖这个？都卖这个。以前他有在那个海蛎饼，然后因为那个有季节性，所以现在只卖单做。这个就是萝卜是吧？对。和什么面？大米。大米和萝卜混到一块儿的。一天要卖多少呀？一天这不一定。不一定。现在比较淡季。如果说那个正月几千斤，现在比较淡季。正月能卖几千斤，逢年过节的时候。对。我看你这会儿都没停，一直在这炸。看起来软软糯糯的。然后大火油的下去炸，然后就会。这油温我看特别高。就会守住那个味道。这个害怕粘是吧？哦，这底下就已经粘了。没有，它这都没下好。它这个火不够。要掌握火候。还有，本来要换油了，它没时间就下去，那个油少了要换掉。这锅完了就要换油了。对。真是挺讲究的。不懂啊，根本看不明白。我觉得都挺好的。没有达到满意的那种。没有达到满意。整个闽南地区，我们除了说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因为我们这边福建都是以大米为主，对。还有那个萝卜，气候比较这些比较盛产，弄到一块儿。以前没什么零食，都会利用这些粮食蔬菜来做一些小吃。以前最早的时候卖多少钱？这种吗？以前我们都是大1块1块的。大块的。对。以前从我爷爷变成大块2分钱。对，卖到现在是吧2分钱卖到现在。5分2分的。5分2分。这点我没经历过，这是我爷爷那辈的。出锅了，金黄酥脆，看着就香啊！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这个皮脆脆的。果真是好吃。它好吃在哪儿啊？味道是这种咸香的，因为油炸物嘛，特别的香，咸咸的。然后萝卜呢，微微的甜味儿，但是没有特别生涩的那种萝卜味儿，因为它已经成泥了。就和这个米啊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最主要就是口感。你看里头的芯儿软软糯糯的，吃起来是一种啥感觉啊？不能说外酥里嫩了，这里头我感觉就跟喝汤一样，跟喝粥似的。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这个皮儿太好吃了。
看这些老街，都是以前的门板。这是一个草药店，看里头这一盒一盒的，全是草药。中山北路香店。福建这里啊，特别讲究宗族门派还有渊源。你看这什么什么传芳，前面俩字呢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姓啥，就这户人家啊。然后有传芳俩字的，证明人家祖上都很厉害的，有牛掰的人物。比如说这户人家啊，这个就不一样了，是衍派，济阳衍派，就是什么什么姓，属于什么什么派。有衍派或者是传芳的，就证明他们祖上是从中原过来的人。我刚才查了一下，这户人家呢，大概率是姓蔡。闽南地区啊，当地这种宗族啊、姓氏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。阿义沙爹面，安海镇的一个老店啊，尝一尝沙爹面。加个肥肠，加个这个是香肠，大香肠啊，加个大香肠，加个肥肠，再来一个豆干吧。沙茶面又加了一个安海肉粽，汤汁非常的浓郁，上面还有一点点的辣椒红油。这个是大香肠，然后肥肠，一片一片肥肠，我又加了个豆干。这个面是碱面，还烫了一些豆芽在里面。先来口汤，口水都流出来，闻见这个味儿。哇，喝一口就停不下来，这个汤太棒了，很浓。咸香甜辣，这个碱面条看着也挺棒的。哎呀，一会儿还得再来一碗，好吃好吃。全凭一锅汤。这个沙爹啊，是属于南洋的调料舶来品，是当地的这些海外华侨带回来的。这个沙爹是印尼话，它是音译过来沙爹，叫沙爹。沙爹啥意思呢？就指的是小肉串儿，然后在印尼，在南洋是刷了这种沙爹酱的小肉串儿。那过来以后呢，它音译叫沙爹。还有一个叫法叫沙茶，沙茶啥意思？就因为闽南话这个爹这个音呢，就是茶这个字儿，所以叫沙茶。这个沙爹酱呢可不得了，它是一种混合香料，类似于咖喱，但是味道是完全不同的。里头有什么虾干、鱼干，然后花生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香料在里头融合起来的，就甜甜的、辣辣的、香香的这种味道。这店里的阿姨要自己也吃着。再尝尝这个大肉粽，当地吃粽子呢就爱放一些酱汁，甜辣，然后还有花生酱，这应该是蒜。哇，大肉块，还有虾干，还有这个香菇。这就跟吃咸饭一样，吃米饭。接下来呢，咱要去吃一个美食啊，叫做捆蹄，是安海的特色。这个小店非常难找，因为他在自己家做的。
哎呦，这巷子这么窄。哦，这还有个宗祠，李氏宗祠，太漂亮了。关键是这捆蹄在哪儿呢？拐来拐去的。不是，那是大路。在这儿转悠啊，我看到很多这个房子的墙啊都是这样子的，一块石头，然后是红砖，这应该是当地这种特色的建筑，古建筑，应该是有讲究的。好，就是他家，这李凯捆蹄，关着门来着。哎，捆蹄现在可以吃吗？捆蹄现在没货，今天没做。啊，今天没做。对。哦。想吃还吃不上了。这寻找美食的路上总有一些意外啊，没得吃怎么办呢？哎，其实还挺想吃的。哎，就他家做最好。这个捆蹄是啥呢？其实就是这种卤味儿，实在不行啊，加个图片进去吧。哎，吃不上还这么高兴，哎，没有不开心的理由啊，因为这美食太多了。长火土笋冻，都是在自己家做的。长火土笋冻，安海老字号。土笋冻在这儿，15元一碗，给我拿上3碗，多大？哦。这算是闽南当地的一种可以说是黑暗美食吧。说是黑暗，但人家当地啊特别喜欢这个味道。这个呢看起来像虫子的，这就是虫子啊，叫什么虫呢？当地叫土笋啊，土笋冻。实际它这个学名啊叫可口革囊星虫。那有的人觉得，哎，这不就是沙虫吗？这个土笋和沙虫它不一样，那个沙虫的话叫方格星虫，哎，都是星虫类的啊。给大家科普一下啊，怎么吃？你看这调料都在这儿。蒜泥，然后香醋，然后酱油，就这么简单。来一点蒜泥、香醋，最后再来点酱油。这个组合啊，这北方的朋友一看就明白了，这不是吃饺子吗？跟吃饺子是一样的啊。吃饺子或者是调皮冻，都是这些调料。给它拌一拌，哇，看这个像果冻一样的。里边这个土笋的含量非常多，你看，很多条，我看有11、2条。哇，口感太棒了，因为它在这个冰里头放着，出来以后是冰冰凉凉的感觉。这个土笋呢，你看吃起来啊是脆脆的那种口感，咸咸的，很滑。这个土笋冻啊，它一吃就是真材实料，你看。它不是那种特别的黏，就特别的像冻一样的，那种就感觉明显像果冻一样，就是加了一些胶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你看它这里头的土笋含量很多，比如说你就放2、3根进去啊，你根本熬不出来那个胶质。你看人家这多少？哇，你熬不出来的话，你只能加一些胶进去，对不对？这个蒜是提香的。我现在来到了晋江市的一个小村子，这个村子呢叫张林村。在这个村子的村口啊，有了2家饭店，那是特别的有名，主要卖这个姜母鸭。一边呢就是春生饭店，还有一边呢是远华饭店。今天呢，咱尝尝这个远华啊，看一看这村子里的饭馆为啥这么火爆。
就这个远华饭店，整个楼都是人家自己家的，你看停的这些车。鹅肉姜母鸭。哇！一进来这大锅大灶，太香了。大姐在哪点菜呢？点菜。点菜。点菜。2位。来个牛杂汤。姜母鸭可以要半只。半只姜母鸭。这个鹅肉呢，2个称重量是吧？那2个人你给我看着来一点。那你要来什么？鹅肉在哪儿呢？鹅肉是什么？哇！鹅腿要吗？还是要鹅腿？给我来个大鹅腿。哇，这么大的鹅腿。来份鸭胗鸭肠。大肠和套肠拼1份。好。再来个笋，卤鹅、炖鹅。哇！来到这儿感觉跟吃农村流水席似的。好香啊，这个味道。这儿就是做姜母鸭的，你看多少？这么多，好香啊，很浓的姜味儿。5菜1汤1碗饭，这是哪家的公子在这用餐呢？是不是太豪横了？咱这就带着钱来的啊！这一桌子你看上菜非常的快不是卤味就是炖菜。吃饭先喝汤啊，牛杂汤，萝卜牛杂汤。哇，这肉这么大块，你看切的这个块，这家店进来的感觉就是豪横，就是大。怎么大呢？这个楼也大，这大厅也大。然后这大锅大灶也大，然后这服务员这年龄也大，全都是这些娘娘、大姐、阿姨。里头很浓的这种中药味儿，当归党参那种味道，感觉好喝。这菜不仅是喝汤，还能吃肉。你看这肉。牛肚，还有姜丝，
先尝尝他家这个招牌菜啊，姜母鸭，这个鸭肉都切碎了，你看一块一块的，这个就是姜。啊，好吃，姜味很浓，然后是酱香味，这个味道都入进去了，一点一点包出来的这个肉，这个皮啊非常有味道，你看金金黄黄的，然后里头的肉呢也很软烂。好吃。回味的时候还有一点酒味儿，它这个要撒一些白酒上去，有的是花雕酒，有的是高粱酒，这个酒味儿就提香，好吃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呀。你看这块肉这个颜色，用砂锅一点一点把味道包进去，再来上一片姜，哇，姜比肉都香。这个姜母鸭里头主要就俩食材啊，一个就是姜母，一个就是鸭。鸭呢就是当地的番鸭啊，本地番鸭。这个姜母是啥呢？其实啊就是老姜，闽南话把这个老姜叫姜母，但是不是所有的老姜都能叫姜母，必须是这个姜的种子。这怎么说呢？你比如说我拿了一块姜，对吧？我放在土里头，然后来年的时候，这块老姜它会生新姜，这个新姜呢你拿去就可以吃，然后这个种子再挖出来就是老姜了啊，这个就叫姜母。其实说白了就是新疆的母亲啊，就是姜母。这种姜母啊，它味儿非常的浓，要比那新疆啊更辛辣。这属于闽南地区的名菜啊，在《汉方药典》中有记载啊。为啥记载在药典中呢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食补的一个宫廷药膳。这就讲到啊，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这道菜。商朝有一个名医叫吴中，他发明的。他怎么发明的呢？有一天啊，接到一个圣旨，就说这宫里有一位娘娘吃不下饭，然后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看到这个娘娘就非常的虚弱，躺在床上。哎呦，我啥也吃不下，汤也喝不下，肉也吃不下，浑身无力，躺在床上就想刷个小视频。吴中过去一看，当时就说了一句：“娘娘，您还是少玩手机，不是？让我给您把脉吧。”然后就把了把脉。哎呀，幸亏啊，你叫老夫叫的及时。这时候这皇帝在旁边站着呢，皇帝一下脸都绿了，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有什么绝症了还是什么？你要再晚叫1个时辰，老夫就回老家了啊！过完年我才来。你看现在火车票又难买，这皇帝一听说，赶紧拉出去。像这种说话大喘气的官员啊，咱这不要，赶紧斩了。这吴中就赶紧说，哎，且慢，这老夫能医治好这个娘娘的病。然后这皇帝就说了，行吧，你就将功赎罪，治好了咱就免你死罪。他这时候啊，回家发明了这道菜。为啥他要发明这个菜呢？你首先啊，看起来就好吃。是吧？解决娘娘这个吃饭的问题，也能吃得下去。然后它还有疗效，主打一个滋阴养胃、益气补血。有的呢还会在里头加一些枸杞啊、当归啊这种中药啥的。从此以后呢，娘娘吃完身体就好了，再也没刷过小视频。好入味啊！底下这个汤汁，妈呀！一蘸底下这个汤，才知道原来姜味这么浓。再尝这个卤鹅，卤鹅也是他家特色。本来呢是要给我展开的，我一看这个颜值，我说别，我就这种拿着啃，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妈呀，这么大一块！我还想着要丝拽那种感觉，你看一口下去，特别的软，很烂。十足的肉感。这盘都是鸭货，尝尝这个鸭米血，闽南地区的特色小吃。当地啊，这种米血有2种，一个是鸭血做的，还有一个是猪血做的。怎么做呢？就是把这个生血啊和糯米，然后搅拌在一起，然后再蒸，蒸完之后就这个可以单独吃，然后也可以就是放在汤里面呢，也可以炒菜啊。哇，原来是这种味道，香香糯糯的。鸭胗、鸭肠，
香。要说这里头最下饭的菜啊，那一定是这个肥肠，厚切的肥肠。这个是肥肠，然后这个呢是套肠，大肠套小肠，这个还挺讲究的啊，是套肠，套在一起的这种。哇，这个汤汁啊，浇到米饭上最香了。这个黑黑的是笋干，来点笋干盖饭。咱品尝完晋江的美食呢，走的时候还能带点伴手礼。啥伴手礼呢？你肯定想，要么是什么糕点、什么糖果，或者是炸麻花啊，那你就错了。咱来这儿呢，可以置办一身行头。你比如说我这个上衣是吧？来选劲霸男装，里头呢选择立朗啊，或者是旗牌啊，在里头这个肚兜，没穿肚兜啊，这个裤子啊，咱一定要选择这个七匹狼啊，鞋子呢。如果你选择安踏，那特步361，那贵人鸟它也不服，是不是？这些品牌啊，全部都是晋江的，你看厉害吧？如果你来旅游啊，这行李箱空了，还能选择啊亲亲虾条、盼盼小零食啊，还有心相印卫生纸啊。你要说，哎呀，我来的时候太急了，我没拿钱，我啥都买不了。哎，来这儿还能挣钱，直接就进场啊！总有一个厂呢适合你，当天就进场，进场就赚钱，赚了钱再买个行李箱装满亲亲虾条。你要问阿星要买什么伴手礼呢？中国鞋都啊，不知道有没有46码的，买2双啊。好，那就这样。